嗨，大家好，本期视频来说一下安卓自动化测试时跟测试机解锁相关的一些参数设置。来看一下相关的参数，这个是解锁策略，从安卓8开始默认使用 Lock Settings， 如果是低于安卓8的话，默认使用 UI Automator。这个策略的话呢，其实它一般是不需要去设置的 ，Appium 会自动根据这个系统的版本去决定用哪一种策略，除非是有特殊的要求。然后这个参数是解锁超时时间，默认是2秒。这个的话是跳过检查是否会出现锁屏界面的步骤。官方的建议呢就是说测试机尽量不要去设置锁屏，因为这个解锁功能呢，它首先是比较耗时，而且也不太稳定，就是说它不一定能解锁成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它跳过这个检测是否出现锁定界面，不代表它不能去唤醒这个设备。如果你没有设置锁屏的话，手机只是熄屏了，它还是可以被唤醒的。然后这个是解锁类型，一般锁屏设置的类型有 PIN 码，还有密码或者是图案类型。然后这个 Unlock Key 就是解锁时需要输入的内容。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如果是图案类型的话，它需要把这里的每一个点都用数字按这样子去编号。比如说我画一个 Z 字形，那么它的值就是1、2、3、5、7、8、9这样子。现在来验证一下。现在我的测试机是没有设置那个锁屏的，然后把它熄屏。先看这一个参数，设置为 True。看一下测试用例。为了更快完成测试，我把前一期 WebView 相关的一些内容去掉了。然后这个测试用例就是点击 Gallery 菜单项之后做一个截图。OK， 现在开始启动 Appium 服务，执行测试。设备已经成功唤醒了，测试通过。看一下截图，没有异常。现在设置锁屏类型为 PIN 码。这里我把超时时间加大一点。好，设置好了，可以验证一下锁屏解锁是需要密码的。OK， 现在把它再锁定。然后这里注意看一下，假如我仍然设置这个为 True 的话，观察一下是什么现象。
测试失败了。这里的直观原因是元素没有找到，但是实际上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跳过了检测是否出现这个锁屏界面的这么一个步骤，所以呢，它就没有去解锁。现在把这个注释掉。好，它已经解锁成功了，测试通过。把这个注释掉，换成这个类型。这个其实它也是 PIN 码的类型，那手机就不需要重新设置了。先把它锁定。好，测试也通过了。然后换成密码类型。同样通过了。最后是这个图案类型，就按前面说的设置一个 Z 字形。OK， 然后锁屏。测试也通过了，几种类型都已经验证完了。最后这里再来补充一下，一些锁屏和解锁相关的方法。就是有时候在测试的时候，在某个界面需要验证一下锁屏后再解锁是否有异常。比如说播放视频的时候去锁屏，然后解锁，再验证一下视频的播放状态是否异常。当然，我这里就不花费时间去做一个视频播放器来演示了。就在这个代码的基础上，点击这个 Gallery 菜单项之后，去锁屏，然后再解锁，然后在这几个节点去打印一下这个锁屏的状态。还是把它锁定一下。注意看，它准备锁屏了，锁屏了，然后解锁。OK，
测试通过。看一下打印的内容。刚刚这里就是点击 Gallery 菜单项后，它去检测一下是否锁屏，是 False， 就是还没有锁屏。然后我用这个 Lock 方法让它锁屏，再去打印一下这个状态，就是 True， 就是这时候已经锁定了。最后再给它解锁，再打印一下状态，是 False， 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参数设置相关的内容也要告一段落了。下一期应该会开始讲查找元素相关的内容，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下期见了，拜拜。